我前两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一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待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。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，美食博主家人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、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我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。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一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上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！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0000个想不到啊！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去，外面天亮了。有个哥们搬新家，我们来了光点儿，我一进屋都懵了，我寻思走样板间来了呢。完了，我上厨房一看，我说你家这盆有点东西啊。他说你还没看我妈给我买那套餐具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埋我奶心里去了呢？这小行菜都给我买好了，说你带双手来就行。你说人都拿东西来的，我带双手来，我开光来了。这买这个东兴班我认识，但这几条小鱼儿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呀。我寻思我当嘎牙子挠了得了。我弟说哥，你可千万别介呀，大年30咱俩卡刺儿的事忘了吗？这个排骨我是糖醋口的，鸡胗我孜然烹了一下，牛肉我干煸成丝儿了。这些我记得都是他媳妇儿比较爱吃的菜。别想歪了啊，他媳妇儿我都拿儿媳妇一样带。你说这关系，我上他家真能空手来吗？那不老人话霸吗？这是我在得物上买的9元和可口可乐联名烤箱，好看实用，操作还简单。最近评论区有活动，还挺划算的，喜欢做菜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我就直接拿烤箱焗了个饭，我寻思我买的我使不着，我多闹心呢。最后我又调了个蘑菇汤，炒了2个1巴拉得，赶紧吃饭吧，我兄弟媳妇都饿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吃焗、鸡虾，不认识什么玩意儿，子珍、磨汤、糖排、东班、干牛丝、辣仁、干花。我在这拍，我那哥们说你可千万别录着我呀，别让我媳妇闺蜜刷着呀。我没整明白，也没绿菜呀。完了，吃完饭这2口子非说要打会麻将，我那么说不玩非玩。最后这烤箱让我们哥俩赢过来了，还带了个音响，你说这事儿整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可算开支了！我盼星星盼月亮，我都盼我弟那个身体状况挺不到这一天，我这顿掐人中啊！那工资短信要是晚1分钟收着，我都觉得被公司辞退。开支吧，在我眼里就是开荤。我他妈总算能解馋了。你看这个羊排肉，我去买的时候，那阿姨跟我说：“小伙，你长得挺精神，我给你挑瘦的。”我他妈差点跟他翻脸。今天这饭呐，就一个原则，就是肥肉续满。我看看不吃菜也不吃主食，能不能给我俩吃嗝嗝了？是。这个嗝嗝不是嗝，这个嗝嗝啊，这人又好起来了，猫也不能落下。给他整了一袋非常好的帕特生命成猫粮，这里牛肉、鸡肉是主要动物蛋白来源，还添加了8:1:1科学配比的生锅冻干，而且帕特是和浙江大学成立联合研发中心的品牌。这玩意儿你整着放心呢。但我弟这会儿问我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，他说：“爸呀，不是哥呀，咱俩这么续，今天晚上让血栓给栓着咋整？”我寻思他说的对呀，我们别从哥俩变病友啊。我火速整了几个素菜，这你说过把瘾别他妈挺不到下次开支了呀！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素黄、拌皮、炸米、辣五、完白、啃土、烤，还有这个肥肥的羊。咱说真的，开完支来这么一顿，这不他妈过的神仙日子吗？当然，更神仙的是这位爷，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很好的诠释了一句话，就是他妈得好吃的不撂块，就是。
朋友们呢，我又添毛病了。今天早上上厨房闻油烟味吐了，今天这饭一手没伸啊，全是我哥做的。我哥行，当年为了套配方跟早市的40来岁大姐处对象，但是那小蛋糕捶都捶不下来。我说怎么的，你的对象土耳其的呀？完他说过年了要给我奶包金元宝小馒头，但我怎么看都有点像金屁股。突然那不妨咱们给他改一个名字，就叫金锭。我弟一看这情况，他来自信了，他学了一个节节高升，完上面放肘子肉，这摆盘跟他们大席似的。完我哥有个职业病，他不管上谁家，非得拎条鱼做松鼠桂鱼，还有他的排骨，我总能想起什么居家小馆百姓私厨，但做的确实快，我这上下眼皮一耷拉，做出好几个菜。完说他胖，他还喘上了，夸夸的翻上勺了。完告诉我往后点，他要展示一波大翻勺，3厘米啊！据我奶在跨年那天少吃一个菜，就差3厘米。完他问我你吃龙虾能不能好点，我说你不明白，我可能水逆了，真的，我今年我太倒霉了。我一狠心在得物买个转运珠，2022我必须得支棱起来，而且这种好看的转运珠和小金手链得不上那么多打折的，我特意买个正价的，因为我觉得心诚则灵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你们要有这有需要赶紧看看吧。我一气买俩，给我弟也带了一个，因为他就比我小1岁，我的今年可能就是他的明年。来吧，香香了，烧排、蛙汤、周传、豆丝儿、金锭、松鱼、支龙、扣肘、脆五、小糕、外糕。我今天切蛋糕，我寻逗逗我爷，但没想到老一辈的求生欲还是强啊！来，爷，给你，给你奶吧，你奶有福就行。给你。好啊，我有福。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，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，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，打算做点粗粮。于是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。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，跟个圆规似的，给地板都画出来了。但这个拾碾子和拾磨还不一样，它转多了迷糊。为了不吐到磨盘上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。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，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，所以他有苦说不出。真的就这么说吧，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，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儿的了。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，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。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，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。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，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。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。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。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，说你们赶紧出师吧。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，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1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。这一下给我们吓饿了，就搞了2袋阿宽的红油面皮儿，都是现成的，吃着也方便。但我一打开，发现它怎么翘黑，有点臭呢。完我弟说这是新出的酸笋味儿，翘黑是因为它是荞麦面。不过这酸笋味儿还挺正，这酸臭酸臭的，纯螺丝面皮了。还有烧烤味儿也不错，而且免煮方便，5分钟整一袋，比吃方便面爽。然后吃饱了，干活有劲儿了。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，大概用了10分钟，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。这枕头看着多板正，一点毛病没有。重点是配色，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。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，Two Hands Rose Style。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，历时20个小时，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，我必须得吃海鲜面，还得挑贵的吃，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。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，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呢。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，这回可倒好，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，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转筋。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快他妈玩散了！我之前不是说夏天不烤串不是正经东北人吗？然后我这串就连上了，2礼拜吃3顿，我感觉我这人好像不太正经。看看我昨天晚上熬夜整的小菜呗，枸杞粥黑鸭，高仿1比1，花毛一体，糖心茶叶蛋，冰冻柠檬茶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坑像谁拿鞋底踩的呢？看看这几个爹都买啥串了啊？牛肉串、干肠、鸡翅、麻排、羊肉串、干豆腐卷、鸡脖子、大肥腰子和淀粉肠。这个出来烤串啊，我说2句。第一，你不是在家烤，你最好买那个现成的串，把这个黄金时间留给那个 Black Jack 不好吗？第二是交朋友，你尽量交那个皮糙肉厚的，因为这样的朋友洗吧洗吧还能反复使用。了呀！哎呦妈！拍视频，拍视频！看没看着这样的爹就是能反复使用的哥们儿。下礼拜再烧烤，咱们还扎他，不是还找他。第三是不管太阳多大，棚多大，你吃到最后就发现大伙终究还是围着炉在那啃。这些爹从白天到黑夜，从他妈人间唠到宇宙，就是没人站起来问你那一句：我帮你烤会儿啊。
没人问就没人问吧，反正烤串的也不是我。我们几个能凑一起坚持这么些年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管处过多少个对象，聚会都不带女的啊，就是。哎，等会儿哥们儿，你这啥呀？